女孩总喜欢把手伸出车窗外，妈妈把车窗关上，下一秒她又会自己打开。为了跟她的任性害死了她的妈妈，所以20年后米娜迎来了她的报应。前几天她独自驱车上山散心，可她不知道这座山有去无回，没人能从这片森林里活着走出来。只要一进去，手机信号就会消失，车子也会抛锚出问题。当米娜发现自己被困在山上时，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找人求助。她带着她的鸟进入林子里，但她没有看到一个人。转头时还发现车不见了，她终于意识到不对劲，明明没有走几步，可停在身后的汽车消失不见，这片林子也漫起了诡异的雾。米娜怀疑自己遇到了鬼打墙，她想停在原地休息一下，但太阳落山后，一切都变得可怕的起来。恐怖的是，地下剧烈震动，仿佛有什么东西要从地底钻出来一般。幸运的是，米娜终于看到了人影，她追着对方一路往前跑，总算看到了一个木屋。米娜搞不懂这是什么情况。If you care for your life, you're going to have to run. 屋里有3个人，一个老太，一个黑妹，还有一个男人。老太说他们3个和米娜一样迷失在这森林里，这里面有可怕的东西。如果米娜想要活命，接下来就要按照他们说的去。4人站成一排，面向屋内镜子。老太说外面有窥探者，并且此时对方正看着他们。原来这镜子是单向透视玻璃，外面可以看到里面，但里面看不到外面。黑妹告诉米娜，窥探者每晚落日后都会过来，一直到日出前窥探者才会离开。这期间他们必须站在镜子前给窥探者看，尤其是新来者，更要上前一步对外面的窥探者展示自己。米娜听到外面有奇怪的动静，可老太说这是窥探者在鼓掌。Welcome to the show. 米娜感到恐惧和不安，但比起外面奇怪的动静，她更害怕的是屋里的3人。她总觉得他们3个有病。什么窥探者？难道不是他们3人想要囚禁她吗？第2天天一亮，米娜就提着鸟离开。不管他们如何劝说，米娜就是坚信自己能走出去。她按照昨天来时的路前进，谁知身后竟突然响起了妈妈的声音。米娜吓得拔腿就跑。他朝着阳光的方向奔跑，可出去后却不是大路，而是老太找到米娜，让她乖乖跟她回去。窥探者虽然只有晚上才出来，可白天时森林的迷雾会让人产生幻觉，对于窥探者来说，进来的人就是猎物，想要活命就得乖乖听话。那个木屋就像是鸡笼，天黑时所有的鸡都要回去，而且还得面向镜子给窥探者表演节目。米娜逐渐习惯了这里的一切，可她不打算认命。黑妹已经被困在这里5个月了，而那个男人和老太的时间比她更要长。其实森林里有很多地洞，黑妹说这就是窥探者的老巢。白天窥探者就在这里面沉睡，直到太阳下山才会出来活动。没人知道地洞下是什么模样，她觉得男友可能是掉在洞里去了。黑妹的话给了米娜灵感，如果她能去地洞下一探究竟，是不是就能找到离开的办法了？世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人，除非你站在镜子前。这个镜子是单向透视玻璃，米娜知道那外面就会传来暴躁的声音，以及一阵阵敲击声。米娜受够了这种日子，他们全靠白天在山上打猎填饱肚子，晚上还要让外面的窥探者细细研究。米娜想要逃出这片森林，这个地洞下面就是窥探者的老巢，只要男人用绳子拉着她，她就能下去一探究竟。随着绳子一点点放长，米娜也终于进入了地洞底部。这个洞穴大得可怕，周围有一些报纸，还有一个摄影机，这些都是人类的物品。窥探者收集这些是要做什么呢？米娜让男人先把有用的物品带上去，但就在这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熟悉的低吼。Tell me again where you found all this. 好在男人及时把米娜拉了上去，米娜才得以安全脱身。她不敢告诉老太等人她去过地洞，也不敢说他们拿回来的东西是地洞里的。为了看清窥探者的样子，米娜把地洞里拿出来的摄影机放在门口，只要窥探者靠近，他们就能看清他是什么模样。然而让众人意外的是，镜头里竟然出现了一双人类的脚，随后门口还出现了黑妹男友的声音。黑妹男友早就失踪了，老太觉得那是窥探者的阴谋，可黑妹就是认定外面是男友的声音，她要开门，但老太死死拦在门口。老太给黑妹出了一个建议，只要问门外人一个只有黑妹和男友知道的问题，就能知晓对方是不是黑妹男友了。 What book am I reading? John?
外面的人说不出来，但黑妹还是不信。她让对方拿起脚边的摄影机对准脑袋，只要他看了她的脸，就能知道要不要开门了。并且黑妹男友还被窥探者抓走了。窥探者发现了这个摄影机，也知道了米娜去过他们巢穴的事，于是他们开始愤怒地撞击玻璃，想要从外面进入内部。老太迅速把所有人拦在身后，万幸玻璃还差最后一击就碎掉时，窥探者终于没有再继续攻击。第二天，老太把米娜偷出来的东西丢进地洞，并让她承诺以后再也不靠近地洞。经此一事，米娜不敢再胡来，她学着黑妹的样子上山采集可用食材。谁知竟看到老太在催着男人捕猎，男人的眼神十分不友好，米娜感觉很不舒服，赶紧转身回了木屋。黑妹原本也在这里面，可一转眼的功夫，黑妹就不见了。米娜迅速出去找她，却看到她站在地洞前一动不动。黑妹说她感觉得到男友就在这里面，那晚要不是老太拦着她，她早就让男友进去了。黑妹把这一切怪到老太身上，不料男人也对老太有所不满，他竟然把老太绑了起来，还说以后由他说了算。米娜忙着救老太，丝毫没注意到黑妹和男人回了木屋。等到他们俩回去时，门已经被关上了，男人不肯开门。而此时太阳也落山了，窥探者即将出来，等待老太和米娜的将会是什么呢？他们身高近10米，发现今晚的木屋里少了2个人后，当即就四散开来去找人。老太和米娜趁着窥探者离开，赶紧回到木屋门口请求男人开门。米娜第一次敞开心扉说出自己的故事，她害死了她的妈妈，她不是好人，但屋里的男人是好人。她求男人不要做错事，以后良心不安，不然就会像她现在一样。尽管他们迅速站成一排给外面的窥探者看，窥探者依旧是一腔怒火，他们在疯狂攻击木屋，众人只能寻找别的出口。万幸的是地板下有个密室，4人进去后迅速把密室封上，这才暂时躲过了一劫。让他们意外的是，密室里什么都有，甚至还有一个教授留下的录像。原来这木屋是教授建造的，传说这片森林以前是个仙境，为了寻找仙境中的仙子，教授只身一人来这里做研究。然而他很快就被所谓的仙子囚禁起来反研究，那些仙子就是外面的窥探者，他们研究人类的一举一动，似乎想要进入城镇，藏在人群之中。教授不想让他们获得那种能力，只能拿枪选择自尽。好在教授死前留了一艘船，只要米娜他们按照教授给的路线，就能坐船逃离这片森林。天亮时，4人走出了密室。此时木屋已经彻底被窥探者给毁掉了，他们马不停蹄地去寻找小船，中途还看到了一个石画。老太说这是以前仙子和人类大战的画面，据说那些神灵曾和人类共处，但神灵的力量让人类害怕，于是人类与之交战，并将其放逐到地下墓穴中。那些神灵被封禁太久，失去了翅膀和魔法，所以他们无法离开森林，成为了像山鬼一样的存在。米娜为窥探者感到惋惜，可此时更重要的是找到小船。依然通过研究人类学会了唤醒，好在他们无法离开森林，所以无法下水继续追捕。米娜他们顺利逃了出去，他们坐上一辆大巴进城，但不知为何米娜总感觉没有彻底甩脱窥探者。她去了建造木屋的教授那里，并在这里找到了一些可怕的照片。米娜把照片拿给黑妹看，黑妹这才知道他们被骗了。照片上是教授和老太的合照，老太居然是教授的妻子，可她之前从未对大家提过此事。最重要的是，米娜他们搜索了老太的资料，发现她早在几10年前就死了。一个早就死去的人，为什么会出现在森林里呢？除非他根本不是那个人。老太也是窥探者的一员，他成功学会了唤形，并潜伏在人类里，只为学习更多，并且逃出森林。可惜米娜知道真相时已经太晚了。老太想要斩草除根，他不断变换成各种形态对米娜下手，最后甚至还变换成了米娜的样子。米娜彻底被刺激到了，但同时他也决定孤注一掷赌一把。教授的研究资料表明，人类和仙子曾联姻过，并且有过后代。森林里那群窥探者怕阳光，那为什么老太不怕呢？ You're also part human. I don't believe you. You must have felt it. That you never really belonged. You know what it is to be human, don't you? 老太是人类和仙子的后代，那何必要伤害人类呢？米娜的话说服了老太，她变回了原来的样子，可现在一个半人类却获得了祖上力量，因为他在和米娜等人相处时，体验到了窥探者无法感知的爱与宽恕。